门口的院子是水泥地，大舅冯怀远正在翻晒豆子。怀军过来了。见到二舅，他招呼了一声，目光在林浩身上一扫而过，低头接着忙不过，很快又再次抬头，目光定在了林浩的身上。大哥，阿浩回家了。冯怀远嘴巴开合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一句话：还以为你们忘了这门亲呢。林浩笑着上前，掏出香烟递了过去，见大舅接过，他心中有了底，拿出火机给他点着，这才道：大舅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要是气我这么长时间不来，你就骂我2句，骂不解气，要不抽我2下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而且再大的怨气这几年也淡了。冯怀远看了他一眼：你长得更像你娘一些。外甥像舅妈，我爹说我长得像你。听他提到林安国，冯怀远轻哼了一声：进家看看你老爷。跟着进家，老爷冯志夏正在编扫帚，身体削瘦，看着精力还不错，就是有些轻微的耳背。冯怀远提高了点音量道：你外孙来看你了。冯志夏抬头看向林浩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咧开缺了2颗牙的嘴。阿浩是吧？乖乖，长这么高了。老爷身体还好吧？老了，现在一顿只能吃1碗饭了。日他奶奶的，年轻时能吃没得吃，现在有得吃，吃不下了，没地方说理。老头一直都有口头禅，这么说话林浩一点不稀奇，陪着老头聊了一会，又见了大舅母。晚上在这边吃。大舅母对着二舅道：不了，你弟妹已经在家安排了，晚上都去我那边，我带着阿浩先过去，阿浩家的也来了，怀着身子就没叫他过来了。两人一走，大舅母又拱了一下自己男人。这阿浩几年不来，这来一趟咋还空着手呢？我们倒无所谓，也不说给老头子带点东西。冯怀远瞪了他一眼：带就带，没带就没带，人家能来就是心意，这话别当着人面说。大舅母轻哼一声：怀平走了，一家就没有一个靠谱的。你巴不得亲戚都是身家千万的，以后家里的穷亲戚全断了。怀远说完，重重的哼了一声。说到底，他对林浩空着手，多少也有些不满的。再次回来，冯怀军带着他俩参观了新建好不久的家。那晚上你跟阿雪就歇在这块。对了，这屋没空调。冯怀军说着，就掏出手机，片刻听他说道：回来时从镇上家电城让人过来装1台空调，对，挺急的。你们今天也早点下工，家里来客了，记得从镇上多带点菜。挂了电话后，他又看向林浩道：你华子哥和你三嫂都在镇上上工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林浩并没有拦阻二舅花钱，两人再度回到客厅，冯怀军给他泡茶。现在搞得不错，我看车都开上了，那车不便宜吧，得10-20万。林浩心说再加个0刚好，嘴上却道：差不多吧。二舅母还拿来一个软垫子，垫在板凳上，这才让陈雪落座。这样坐着舒服些。谢谢二舅母。通过聊天，林浩大概也了解二舅他们现在过得也不错。他和舅母忙家里的事，这里同样是山区，并没有多少的农田，但家里有火龙果园，还有一片茶山，一年下来收入也有个几万块。华子哥现在算是大工，虽说没有出去，但也不缺活干，1个月3000来块，在家里也算是相当不错了。大舅家2个表哥倒是在外边，算是一个小包工头，两人带着一般人做室外装潢，一年能赚个几10万呢。聊了没一会，大舅扶着老爷先过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一吊子肉。如意，家里还剩一点腊野猪肉，晚上蒸了让阿浩尝尝。二舅母出来，笑着接过肉。林浩又将陈雪介绍给两人，虽说大舅一直没怎么给林浩好脸色看，但对陈雪他还是很和气的笑了笑。接着老爷和大舅又连番问起了家里的情况，林浩也老实的回了。当然他并没自我炫耀的暴露自己的家产，只说自己现在是个渔民兼船老大，买了2艘船跑海。这边人对于拥有2艘船没啥概念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就多住2天，刚好过2天你姥爷做寿。哎，我听大舅的。你2个表哥，你也好几年没见了，过2天都要回来，你们也要熟悉熟悉，不然在外边见着老表间都不认识。相较之前，大舅的态度已经软化了很多。没一会，带舅母也来了，画风明显有了些许的变化。你大表哥跟二表哥现在是老板了，一年能挣几十上百万呢。阿浩，你不是念的名牌大学吗？怎么又回家当起渔民来了？你2个表哥都在城里买了房，还是高档小区呢，两人还买了车，1辆车30-40万呢。你当时读大学，你娘还回来向家里借钱。哎，看来这大学读的也没啥用。林浩和陈雪两人对视一眼，陈雪没忍住捂嘴笑了起来。林浩赶忙瞪了他一眼，这才回复大舅母的话：大舅母，我现在当渔民也还不错。当渔民哪有当老板风光？你2个表哥底下有几十号人呢，都听他俩的。林浩不想在亲戚面前玩什么扮猪吃虎的桥段，只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总不能站起身大声的和一个妇道人家争论，说自己是亿万富豪吧。哎，
头痛。一边的陈雪都快笑不活了，她感觉这一刻林浩吃瘪的样子特别好玩，还从来没看到过林浩这么无力的时候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阿浩现在管的也不错。大舅训了一句，大舅母也不是吃素的，赶忙回怼道：我又不是炫耀，就是告诉阿浩，年纪轻轻的要多努力。闲叙家常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眼瞅着时间也到了下午5点左右，还在里边聊天的几人，就听到外边一声喊：卧槽，卡宴，这是谁的车啊？众人也起身探头看了一眼，只见一男一女站在外边，旁边还停着一辆摩托车，男的围着林浩的车在打转，手还在上边轻轻抚摸，就像在摸稀世珍宝一样。一惊一乍的，大白天想吓死人啊！还不进来？那是你小表弟的车。一男一女这才进屋，冯新华一眼就认出了林浩，哈哈大笑道：阿浩，长个了，比我快高半个头了。华哥，我可没你那么结实。那是，你看我这胳膊，估计比你腿都粗了。冯新华毫不谦虚地显摆了一下，他今年也就26、7，比林平的年龄还要小。虽说女儿都已经3岁了，但还是带着年轻人的跳脱。外边车是你的？是啊。我去，阿浩，怪不得人家说要多读书呢。你厉害了，凯宴都开上了，咱是亲老表，凯宴是我最喜欢的车，让我坐上去体验一下。此时大舅母感觉到了不对，问道：阿华，那车很贵，要不要20万啊？冯新华瞪大眼：20万，你得多加1个0，还差不多。啥？你说那车要200万？200万还不是顶配的，表弟那车一看就是顶配的，估计得200多万吧。大舅母的目光看向林浩，后者笑了笑，将钥匙递给冯新华：有驾照吧？有，放心吧，我溜一圈。见林浩不置可否，冯新华大喜过望，拿着车钥匙便跑了出去。二舅跟着后边就大喊：你慢点！没事，二舅，让表哥玩一会不妨事的。大舅母好像还没从200万的震惊中走出来，好一会才低声喃喃：一辆车200多万，能在咱市里买4套房子了。阿浩，这车真200多万？二舅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买辆车就花200多万，那自己这外甥的多有钱啊！林浩笑看了一眼陈雪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们结婚时我丈人送我的。几人恍然，大舅母心想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。阿浩啊，年轻人好面子不假，但也不能把钱都花在车子上，多买点房子多好，房子还能升值呢。再有要把钱拿来干事业，你们可还年轻呢。大舅母说的是。阿雪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我弟之前也是跑船的，后来在家里开了个小门市，售卖点海货。那也不容易啊，看来你爹娘真疼你，这辆车估计也把家底掏得差不多了吧？陈雪忍着笑，一本正经的道：是啊，我爹娘疼我，把家底全给我了。哎，面子害死人了。阿浩，你还得和你2个表哥学学，要把功夫花在事业上。你看你表哥管着几十号人，每年都有几十上百万的进账。冯新华开着车也没溜多远，没一会就回来了，将钥匙还给林浩。哎，这辈子没遗憾了，这车真带劲啊！明天让你开着去上工。冯新华面上一喜，随即摇头：我要开这个车去，得把我们包工头吓一跳。况且接下来几天也没活了，下一个工程要10天后才开工，我也能歇歇。刚好你来，我们一起多待几天。阿华，你就该和你大哥二哥后边干，在家里饥一餐饱一餐的，经常断活，跟着你2个哥哥，他们一年挣几十上百万呢，能亏待了你这个弟弟？大舅母在旁边插话道：行了，你去看看如意要不要帮忙，一大家子人指望他一个人忙啊。大舅母这才不情不愿的起身往厨房走去。冯新华拉了一把林